好，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际商学院哈。我们在前面有讲到了所有专业上的问题，也讲到了企业挂牌的一些相关优势。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来后面的课程开始要来讲解所有通证落地的一些合作说明跟一些相关的关联，好吧？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项目本身的一些严格，好吧？就是这个项目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开始啊？这个过程当中分别都有哪一些成长的历史经历？毕竟通证这个项目不是一天两天了哈，在我们的团队当中已经相当多年了，都有10来年了啊，所以我们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跟大家讲解一下整个通证发展的背景。它最早以前不叫通证。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项目的严格，让大家也能够了解一下通证在发展过程当中都经历了哪一些事故，好吧？这个项目呢，是我们在2012年啊，那时候我们经过了全球一些相关的专家来共同论证的一些这个方案跟项目的一些相关细节。然后当时呢，我们也就开始落地在不同的地区，那时候只是科研比较早了，然后也在准备着说要去注册一些公司啦，或者是团体啦等等之类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在准备一些相关的合法手续的审批，一直到了2014年，国际商学院就正式在香港登记成立了。并且呢，开启了一些相关课题的研究跟推广教学。那个时候最早以前叫做国际产权，那么后来呢，中间也包括了有相关的产业规划的机构，还有我们商学院旗下的这个反欺诈研究院，包含这个金融安全研究院。包含整个过程当中还涉及到了国际权证这样的一个名词，好，所以它的整个发展过程还是比较漫长的。所以当时我们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都是一步一步一脚印的，一点点来尝试并且推广。到了2017年我们协助了全球各地的很多国家的一些感兴趣的伙伴好，那么也相应的跟这些合作伙伴成立了一些合作公司。好，那当时的这个品牌，因为当时落地在香港所以那时候从香港来辐射全球，并且我们在香港也取得了很好的一些成就吧。好，所以当时呢，整个品牌系列就叫做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就是香港国际这样的一个品牌系列。包含了有产权香港国际产权，包含有香港国际交易所产权交易所，香港有限公司，香港控股那时候有很多合作伙伴一起来做的。好，所以整个落地的系列品牌就叫做香港国际它的历史是这样来的。好，所以当时我们在做落地服务公司的时候，也取得了相关政府的一些指导跟支持。也获得了资方跟一些学术单位的支持，当时运作的还算不错吧。但是由于一些政策的因素而导致了，包含我们合作伙伴当中有一些想法，所以他们就各自做各自的。那说实话，教授也不懂 marketing 也不太懂市场的运作，所以这中间呢就开始有一些停顿一直到了2019年。那个时候呢，我们也重新又组建了一些相关团队，包含技术包含那时候的区块链也比较火所以我们将区块链的一些相应的产权技术从这个落地一直到实施研究，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突破。那时候 NFT 还没有实行之前我们其实已经都掌握了很多关于 RSA 的加密技术啦。包含这个所谓的权证化啦、份额化啦、资产的这些包装啦，并且利用这个区块链来进行所谓的溯源机制啦，
当时我们记得，光我们的学生跟合作伙伴就发了有几百条链了吧？就我身边就发了几百条链。但是对于国际商学院来讲，这个不是我们想发展的一个方向了。所以后来慢慢的这个 Meta World 就是元宇宙跟 NFT 这些相关领域也慢慢在成熟。那么我们就借此呢进入到这个领域当中去了解它的一些技术融合方面的落地，然后我们就退居到了所谓的科研领域里面来。当然我们这几年也一直在持续的协助一些相关的原来的老伙伴无论是在新加坡还是在香港还是说在马来西亚，这些机构基本上还在运营，所以我们也一直在支持他们。直到近期吧，近年来吧，这1-2年来，可能在合作层面上面有一些出入吧，应该这么来讲我们公开就不来谈这些隐私跟私事。所以呢，基本上我们就在这几年当中就退居到幕后只做科研跟辅导工作跟支持的工作。到了今年度国际商学院正式协同相关的合作伙伴，我们重新正式的在马来西亚、台湾成立相关的机构，我们打算慢一点毕竟我们对市场结构还不是很熟悉的情况下，我们慢一点来继续除了辅导我们手上这几百家企业以外，那么我们要从零开始的重新来搭建关于属于这个通证这个名词这是我们后来打算正式启用的一个名字，叫做通证。好，那可能你要问教授说，教授那权证还做吗？其实两个东西大差不差啦，只是说我们变了个名词的目的有2个。第一个是让大家能够更加的来了解我们想做的这一个 LinkPass 的这样的一个科研成果的落地。好，那么对于权证来讲，其实它的有很多的技术手段跟方案都是基础，我只能说明它是基础。但是呢，对于很多熟悉金融行业的人都会把权证现在固步自封的这种权证的观念跟 LinkPass 绑在一起了所以我们为了要能够快速的让市场跟重新学习的这些人能够快速了解这样的一个项目的一个发展跟推广还有推行来具体的一个熟悉度，所以呢我们就把名字改作通证那至于关于通证的这个名词是不是 token， 那这个部分呢就请大家呢去看前面的课程在前面的课程当中教授也讲得非常的清楚了就在第1课、第2课、第3课，在最前面的地方讲关于这个国际通证的基础教学的部分，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看。那么目前跟大家汇报一下目前我们的一些相关的筹备工作已经都如火如荼的在进行当中我们也非常感激目前来跟我们洽谈合作的，以及目前正在合作的、正在学习的、正在了解的这一些伙伴在这里教授非常非常的感激你们好吧。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先声明一下目前大家看到的教授可能要先把这个部分的切换部分要先把它关掉，不然它会自动切换很抱歉，好吧。好，先声明一下这个证照是我们原来合作伙伴的证照因为现在刚好正处于休假期间这个马来西亚正在过年那事实上这个内容呢基本上是一样的。我们整个交易中心的证照的业务范围当中具体我们翻译成中文大概跟大家讲解一下关于开展业务活动，为本地或者外国的个人和公司提供涉及商业和个人财务咨询的基本和全面的解决方案跟服务，并且参与公共或私人活动管理的这个管理服务包含了营销计划包含首次的公开募股，也就是大家所了解到的这个 IPO包含
，sorry，然后包含管理、监督和控制任何人、公司、法人、团体、协会或者其他企业的业务和运营，并且在必要的时候为此目的的任命和支付公司任何办公室、会计师和专家的酬劳跟报酬。包含运用了数字银行的服务、支付服务、数据服务、金融科技业务解决方案、人工智能技术业务解决方案、数字权证业务解决方案、数字资产交易，包含通证交易、通证数据、通证交易，还有这个通证等新技术概念的开展业务活动评估，包含整个通证的配置、资产配置、权证交易、权证数据、权证交易数据等新科技新技术概念的这个开展业务活动评估然后大概就有这么多大家空了可以看一下我们证照。那证照的话，我们回头会放在交易中心的官方站点上面来。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我们还存在的几家学术机构现在目前在香港我刻意要把原来的这些机构都给大家看一下首先第一个呢，国际商学院现在还存续但是由于拼音上的问题，我们已经重新更名为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s然后这样的一家公司那么这个金融安全研究院以及反欺诈研究院这两家公司，我们基本上已经在办理注销工作，我们把它已经申请并入到了国际商学院的旗下来做一些简化的工作那同时我们在美国也有两家公司，一家呢是福克斯银行的证照，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批复的一个内容这是一个公司，包含这个 USD King 的交易中心这两个批复都已经完成了将近快2年，一直在那养着就是为了筹备我们后面要做的这些事情。包含我们在台北在台湾部分的这家公司，我们也叫做香港国际有限公司，我们也不打算改名字留一个念想，毕竟这个是我们当年一点一滴做下来的包含处理到现在的。在台湾的这家公司呢，主要以信息软件服务业为主，还有资料处理服务业、电子信息供应服务业、智慧财产权业、第三方支付服务业、一般投资业、创业投资业、住宅及大楼开发租售业、工业厂房开发租售业、投资新建公共建设业、新市镇新社区开发业、区段征收及市地重划代办业、都市更新整建维护业、建筑经理业、不动产买卖业、不动产租赁业、老人住宅业、自住储物空间业、金融机构的金钱债权收买业务、办理金融机构金钱债权之评价或拍卖业、其他金融保险及不动产业、无店面零售业、投资顾问业、管理顾问业、艺术品咨询顾问业、其他顾问服务业、一般广告服务业、公证业、网络认证服务业、市场研究及民意调查业。大家可以从教授标出来的这些黄色的部分，你去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去申请这么多的，而且都有关联的部分？首先来看第一个吧。因为在通证交易的过程当中，最主要有一个产业叫做智慧财产业，也就是我们提到的无形资产部分，对吧？第二个，第三方支付服务业，就是为什么要有这个第三方支付服务业？因为在后续的所有企业一旦加入通证化以后，它的商品销售、它的资产销售，包含它的商品流通，都会用到所谓的第三方支付部分。所以呢，在这个部分呢，我们会提供相应的这个第三方支付的落地方案，这是后面的系统。教授在后面的部分呢，会阶段性的跟大家来做介绍。还有投资新建公共建设业跟新市镇新社区的开发业。投资新建公共建设跟新市镇跟新市区的开发，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帮助很多的房地产开发商
来处理一些通证化跟份额化的这样的一个合法手段啊，包含后面的这个金融机构的金钱债权收买业务，这个指的是在后面的一些债券买卖跟通证捆绑的时候，我们会用到的一个合法的手段，以及金融机构的金钱债权之评价或拍卖业。这个地方就要解决我们在通证的6大法定机构当中的其中几个啊，有一个这个评估行业，有没有看到这个评价部分？第二个拍卖是指的担保，担保因为要处置资产嘛，啊，所以我们会涉及到这个部分。再来就是金融跟保险的不动产业，金融保险的部分呢，就涉及到了资产保险的部分了。啊，就涉及到这个资产保险的部分了，啊，包含这个不动产业的这一些管理，有没有看到？这些管理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做成资产管理，所以台湾的这一家公司呢，主要的目的一直存在着，并且一直在经营着，一直在做相关的资源的整合、专业机构的整合，主要的目的就是在未来能够统一的为所有的通证合作伙伴提供相应的专业化服务。避免有一种情况发生，就是不中立情况发生，好吧？再来，大家可以看到公证业以及网络的认证服务业。公证业指的是公众的证明业，就相当于在法院里面会有一些国际公众的服务，这些公证的服务呢，主要是协助老百姓、协助企业家去做一些相关的公共证明。这样的一个服务行业，好，因为公证业是介于国际之间交流的很主要的一个司法手段，以及司法证据的存储手段，所以公证业在通证的未来是起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作用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晰。最后我要介绍的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的真的就跟跟这个通证有非常大的关系。这里指的网络认证服务业，其实通证在发行的未来会涉及到，不管你是用区块链还是用现在最新的 RSA 的加密手段，不管你用什么方式，你都要取得合法合规的网络认证的这样的一个方案，这样的一个手段，而不是说你拍着脑袋，我技术很好，我随便抠个区块链的技术，我就告诉别人我能够去做所谓的溯源，我能够告诉大家我能帮你做加密。 No， 加密行业可不是这样的，加密行业可不是这样的，你也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 SSL 的一个证书行业吧。我们现在所有的网站你会看到那个网址域名上面有 http:// 然后是名字，对不对？然后另外一种做法就是 https:// 有没有？这个 S 代表的就是有证书的网站或者是有证书的链接。那么未来的通证它也会取得相应的这种认证方式跟证书的加密方式来进行，可以确保每一笔数据跟交易信息的安全系数提高了，对吧？好，那么什么市场研究民意调查这个我们就不谈，因为这个在后面的一些 service 上面会用到，好吧？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其实通证呢，在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也留下了很多的回忆我们也留下了很多的一些活动的照片，包含我们其实这个行动已经不是说悄悄啦，基本上就是在很多地方已经在落地了，只是大家可能对于这样的一个专业系数上的理解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我们希望呢这么多的 partner， 这么多的合作伙伴，以及这么多对通证感兴趣的伙伴，你都可以尽可能能够来听教授的课程。那么有一些涉及到不同专业的，在后面都会有不同的专家来跟大家做讲解跟课程的解析。你看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相关照片所以我们在这里这么多年也非常感谢所有的合作伙伴。好，那这整个国际通证的结构其实是挺复杂的在这个上面讲的不是组织架构这上面讲的是每一个
结构当中所会应用到的一些体系。你包含这个监察委员会里面可能有资产监察啦，包含这个机构监察啦等等，数字银行有什么，技术中心有什么，其实我们的很多的部分都已经慢慢的在完善跟形成，好吧？那整个项目的模型其实一点都不复杂，我们是希望将所有企业通过通证的方式来把利益变成最大化。从这个支付手段、交易的手段，包含结算的手段，包含这个资产的管理手段，以及所有通证流通的手段，来以这个教授暂时把它叫做金融的五行图吧。你会发现金木水火土当中的相互配置，改天我再把这个图重新加上一些大家能够看得明白的五行图的标注好了。比如说这个支付它是金嘛，你会这样子去理解就好了。所以全球的跨域结算交易体系是通证一直以来正在逐步完善，甚至逐步在升级、不断升级的一个项目的模型。所以首先我们看一下几点的分析。第一，通过支付来作为全球结算体系，并且打破传统法定管控手段来进行资产流通。我在后面交易课程我会来提这个部分。包含第二，跨国结算体系夯实了评估机制以及审查制度，做到利用归属国法律的管理属地国资产的体制，保证全球流通资产的合法性、安全性以及时效性。为什么？后面专门课程我来提这个或者是到互动会议当中我会来解释。第三，公开透明的区块链技术可以进行区块记录以及相应的资产加密，连带溯源的技术能力，做到每一笔交易的可塑性。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下，用区块链只是我们的其中一个手段，只是大家能够认为目前为止能够所谓的去中心化的东西。什么叫去中心化？教授在前面的课程讲过了，扯淡，好吧，这个我就不来喷了事实上，整个通证的交易模型平台当中会有两个体制来做，一个是中心化管理体制，一个是所谓的区块链的交易手段来做成这个所谓的项目模型。好，后面在讲技术的时候，我会特别的来跟大家做一些讲解跟说明，好吧？好，来看一下这个这个其实整个通证的应用体系当中大家可以发现从中心的结算体制当中，一直到权益的记录，到专业监管，以及跨界申报，到合法拥有，还有随时可以交易买卖，以及资金的监管、数字银行跟资金平仓的部分，大部分你能够看到的技术手段跟交易手段都是属于第三方的合法机构来监管跟控制的。中心本身不来做这些事情，为什么？我后面会来跟大家做讲解，好吧？好，大家可以看到整个交易中，其实我们主要目的是要解决传统的一些重资产的现状，并且来打造一个全新现代化的企业方案。在传统的产业当中企业其实背负了相当多的重资产的难题，身为企业你应该会有这个感受啦所以在传统的市场当中存在着过多的财务成本，导致了企业本身的经营不善，而且流失了很多很好的项目跟想法。那交易中心更多的是解决了整个企业的难题，帮助企业更多的利用好自己的资产以及相关的风险控制难题。好，最后国际通证交易中心打破了传统产权交易市场的不成文的潜规则。怎么样的潜规则？我想你涉及过的人都知道。我在后面讲专业的时候也会来稍稍的提详细一点吧，可以让企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有更多能够为社会尽更多责任的机会，好吧？好，那交易种类其实就分为两大类啦，一个是现货类现货类基本上数字商品啦、实体商品应用类的商品交易啦等等。那么产权类呢，就是比如说资产证券化交易啦、实体资产的交割买卖啦、版权制作权跟知识产权等等这些交易买卖的方式
那目前整个通证的部分的结算基本上都是根据落地国家的第三方金融监管机构来进行的。我们遵守相关国家的规范，不涉及资金的控管，这个你要特别注意。我们中心不碰钱。那你可能要问教授说，教授你不碰钱，那怎么来管理这些交易手段呢？其实交易当中有几个特别关键的地方要跟大家做一下解释。首先第一个，交易中心当中的结算体制是非常重要，结算又称之为清算每个地区的这个讲法不太一样。清算当中又涉及到了钱，涉及到了物，涉及到的权利的权所以这个三大点是非常重要的，好吧？所以我们在不涉及的这个资金的管控旗下，其实我们是以一种所谓的 database 的这种 provider， 就是技术提供商这种数据提供商的角色来进行服务的。同时呢，目前我们在向马来西亚的 LAV1， 就是纳闽自贸区的银行金融机构，要求所有的资金全部依据该国家地区的法律法规来进行管理，确保所有投资人的安全跟放心。钱在第三方的控管机构因为纳闽自贸区是属于离岸区，那么相对的，在未来不同国家地区落地的同时，我们也会根据该国家地区落地的这种金融的资金管理办法来实施。那这个时候肯定就会有第三方的监管机构来出现，好吧？来讲讲中心本身的一些相关的优势这个基本上现阶段来看整个交易中心是立足于马来西亚那么以这个马来西亚为本部来逐渐的面向全球、东盟以及欧美国家。其实在马来西亚有一个很好的优势跟政策优势，包含资源还有以后它正在改革的一些好的东西会慢慢的会呈现出来这是一个转型中的国家特别可以受到关注的，而且它比较平稳。那么中心的整个交易系统是比较快捷的能够稳定这个使用相关的这个防火这个叫区块链系统的安防级别，其实超过了伺服器的5道防火墙了。如果按技术角度来看的话，所以区块链对我们来讲，它只是一个技术手段跟工具，而不是一个发行的主轴，因为我们不发币我们也没有所谓的币的概念存在，都是正儿八经的实实在在的资产存在的。包含这个品牌的影响力中心在品牌建设方面采用的立体化的宣传方式跟手段，全方位的覆盖全球各大媒体、电视台、网络直播、路演大厅、行业主流媒体等等都慢慢的我们会把这一些合作单位都捆进来。那当然我们会为我们的所有的会员提供相应的企业的后盾服务，这个才是我们的主轴。那目前的中心的一些结算部分，我们也在加速的联系一些结算机构，由结算机构来为所有的企业家跟消费者进行结算因为说过了，中心不碰钱。那么行业的标准部分呢，中心基本上会为每一个行业制定一些新的科技标准具体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前面几集介绍系统的部分，好不好？那平台的一些相关优势，什么规范啦、创新啦、安全啦、专业啦，好空了大家去看一看这个我们的介绍文件吧，就我们的课件，教授都会放在线上给大家下载。大家记得教授的所有课所有的课件你都可以拥有的，无条件拥有唯一的条件就是不要改署名毕竟不是你的著作权重视一下，好不好？也是教授一点点辛辛苦苦的，还有一些专家辛辛苦苦罗列出来的东西。好，那整个交易规范呢，是根据标准的确权尽职调查方式，以及合规发售方式，还有转让健全方式，最后是清算监管方式，4大手段4个流程来进行的好，那资金安全部分我就不再介绍了，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好吧？然后交易创新的部分呢，有专属的二维码有一些敞开式的托管，包含有市场定价、多重风控等等，这个大家可以详细去听一下前面的专业课程
好，那这一堂课讲的关于整个通证的项目实施手段就讲到这里，好吧？就是落地化的合作说明啊等等之类的，这个是关于中心的一个历史跟严格的介绍，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一堂课来讲讲怎么加入我们，大家怎么来共同发挥现在这么好的一个平台优势，怎么一起来合作，好吧？好，那今天课程就讲到这里，好 ，OK， 拜拜。